好餓啊，煮完未啊？大家好，我是Martin。今天我们准备来做丝袜奶茶。如果选一杯最能代表香港的饮品，那肯定是丝袜奶茶。不要小看这一杯普普通通的饮料，如何做到香、滑、浓厚，完全不简单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。我们一般在港式茶餐厅里面能够喝到的茶饮有奶茶、柠檬茶，还有鸳鸯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灵魂，那就是茶胆。而港式茶饮用到的红茶叶都是来自于一个地方，那就是斯里兰卡。为了达到茶汤的颜色还有口感，香港还有一项特殊的工艺，那就是茶叶的拼配，会用到3种的西兰红茶碎，分别是粗茶、中茶还有幼茶。每一种茶在拼配的过程中都会担任不同的角色，我们可以用5个维度对它们做一个概括，分别是色、香、味、口感还有回甘。我们下面来一一讲述。今天的粗茶我会用到的是这款立顿。粗茶的味道会稍微重一点，所以在拼配的过程中，它主要是负责出香味还有回甘。接下来是这款4号的中茶。中茶呢是介于幼茶跟粗茶之间的一款茶叶，它在5维指数里面表现是比较均衡的，所以呢拼配的过程中，它一般是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。最后是这款锦标的幼茶。幼茶呢，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茶粉。幼茶煮出来的茶汤颜色会非常浓郁，而且浑浊，口感会比较厚实。所以在拼配中，它一般是担任出味道还有颜色的一个作用。我们平日喝到的港式奶茶都是由这3款茶拼配而成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茶汤的层次足够丰富。但是最让人崩溃的是，这每一种茶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品种，一些师傅甚至会用5到6款茶叶去拼配，调制出所谓的独家秘方。那问题来了，老子做不出来，买现成的还不行吗？完全可以。很多的茶商都会贩卖这种拼配好的茶叶，这也是目前大部分新开的茶餐厅使用的方法。今天我为了拍视频，把整套工具都买了回来。都说了叫丝袜奶茶，怎么能没有丝袜呢？但是这里的丝袜不是套在头上去打结的那种丝袜，而是泡茶用的这个袋子。当它用久了之后，就会有点像丝袜的样子。还有就是这个茶壶，这个茶壶是铝制的，所以呢倒着会比较快。你们可以看到，茶壶放上泡茶袋之后，盖子是盖不上的。我们的前辈们很聪明，他们把盖子上面这个螺丝帽拧下来，然后呢把它翻过来，再装回去，这样就可以完美盖住了。好了，我们准备来拼茶。一般是一壶3升的水配120克的茶叶。我在这里寻到了一个配方，茶叶的比例是幼茶70克，中茶30克，粗茶20克。最后把它们全部混合均匀。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降低幼茶的比例到60克，然后提高中茶的比例到40克。2个配方，一个是偏浓郁，一个是偏均衡。我们把拼配好的茶叶放到丝袜里面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——煮茶。首先是冲茶，先把一壶水烧到98度，然后冲到茶袋里面。水和茶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姿势要帅，速度要快，利用水的力度带动空气，把茶叶的香味冲出来。接下来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煮到沸腾，转中火焖7到10分钟。这个步骤就是焗茶，这样做能使茶叶吸收水分，充分膨胀。10分钟后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撞茶。因为茶壶跟茶袋都是长条形的，这样会导致茶叶在壶里面受热不均匀。撞茶的步骤就是为了让空气、水还有茶叶完全混合，把茶的味道释放出来。先将茶袋移到空壶上面，然后呢把茶倒过来。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把茶壶拉高，倒茶的速度一定要快，这样水流快速落下的力量才能够把茶叶冲洒。还有就是茶袋注意不要碰到壶边，碰到了茶会流出来。这样来回撞4次之后，茶的温度会下降，就要把茶壶放到炉上面，加热到沸腾，再转小火保温15分钟。这就是最后一个步骤——做茶。
好了，最后我们可以来冲奶茶了。港式奶茶必须要用到这种淡奶，大家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误导，其实它一点也不淡，它等于是通过蒸馏浓缩后的牛奶，非常的浓。我好像做错了什么，小小意外，你们当做没看到就好。一般冲热奶茶我们会用到这种厚底的陶瓷杯，它的保温性能会更好。先在杯子里面倒入1/3的淡奶，把刚刚煮好的茶胆倒进来加满。最后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糖，一杯地道的港式丝袜奶茶就做好了。哇，很香啊！真正的好奶茶，你没喝之前就能闻到奶香和茶香。丝袜奶茶呢，除了煮茶的茶袋像丝袜，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形容它的口感非常的滑，因为是浓茶加浓奶，所以呢香味非常的足，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层次感非常的饱满，喝完在嘴巴里面还有回甘，非常的美妙。最后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另外几款港式茶饮。首先是热柠茶，热柠茶呢一般是用70%的开水加30%的茶胆，最后加几片柠檬还有糖。做冻奶茶呢，我一般不喜欢加冰块，因为会把味道稀释掉。我们可以提前把奶茶冻成冰备用，吃的时候再加入热奶茶就可以了。最后是冻柠茶，先用一点热水把糖化开，然后加冰块和水到70%，加入冷却的茶胆还有柠檬就完成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非常详细的丝袜奶茶教程就到这里。长按点赞陈商联，人人夸你有素质。我是马蹄，我们下期再见。